拥有400多万粉丝的中国网红主播在国外的街头做直播，同行的几个人有说有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直播画面晃动，里面传来了惨叫声。不久之后呢，消息传来了，主播小胖身中多刀，不幸离世，享年29岁。而杀害他的凶手呢，也是一名中国的主播。那么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，非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拔刀行凶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。2022年12月4日，地点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的街道上，拥有400多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小胖正在户外直播。同行的呢，还有小胖的2个徒弟小辛巴和王心毅。2位徒弟走在前面，小胖呢走在后面。一路上几个人说说笑笑的啊，就在此时，突然从旁边冲过来一个人，手拿着尖刀刺向了小胖。直播画面晃动，小胖身中多刀，倒在地上，浑身是血。凶手并没有停手，又将目标转向了小胖的徒弟小辛巴和王心毅。最终，小辛巴腹部呢也被刺伤，王心毅逃到了巷子里，逃过了一劫。随后，凶手并没有逃走，他又回到了小胖的旁边。这时呢，周围已经围满了人。这名凶手呢，还向围观的这些人群大喊着：“他侵犯我的人身安全，给我吃有病毒的饭菜，他早就该死了。”他给我下新冠病毒饭菜，这狗杂种早就该死了，侵犯我的个人。这时呢，小胖坐在地上，浑身是血。他掀开衣服，查看自己身上的伤口，然后向人们打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，示意呢让周围的人帮忙给打急救电话。随后失血过多，意识模糊，躺在了地上。因为凶手没有离开，手里还拿着刀，周围的人也不敢靠近帮忙救治。凶手一直向周围的人诉说他动手的原因，但是周围都是当地人，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。最后呢，趁凶手不注意，人们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凶手，将凶手带到了当地的警局。小胖和小辛巴被送到医院抢救。小辛巴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，脱离了危险，捡了一条命。但是小胖由于受伤过重流血过多，最终不治身亡，享年29岁。接着凶手的身份也被曝光出来了，凶手呢也是中国的一名网络主播，名字叫冯长云，37岁，网名叫阿云。他和小胖早就认识了，他们的恩怨还要从小胖说起。小胖本名叫甘少雄，1993年出生于湖南岳阳，案发时只有29岁。父亲是做快餐生意的，家庭一般。16岁步入社会，18岁来到了非洲打拼。2015年在赞比亚当地的一家中餐厅当厨师。小胖性格比较外向，善于沟通，很快呢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。同事的家里房子倒塌了，小胖呢还主动出钱给租房，帮助同事一家渡过难关。后来呢还和同事的女儿马格蕊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，虽然肤色不一样，但是2个人的感情非常好。2016年短视频开始流行，小胖呢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发短视频。短视频的内容呢，就是非洲的一些风土人情。当时呢是短视频的风口，非洲的内容还是比较少的。小胖是第一批拍摄非洲短视频的博主。视频中呢，小胖会给非洲当地的儿童买零食，和非洲的当地人互动。他还把一些非洲人聚到一起，教非洲人唱中国歌。很快呢，小胖的粉丝暴涨，粉丝达到了400多万。在他的带动之下呢，女友马格蕊也开设了自己的账号，积累了将近100万的粉丝。就连马格蕊的弟弟三姑也有了40多万粉丝。小胖呢也成立了自己的团队，专门拍摄短视频，也赚了不少的钱。同时呢，也开始收一些徒弟。案发时在场的小辛巴和王心毅呢，都是小胖的徒弟。小辛巴在小胖的带动之下积累了200多万的粉丝，心毅也是小胖的徒弟，有70多万的粉丝。小胖教他们如何涨粉，如何带货。这些徒弟呢也非常感激小胖的帮助，
小胖的人缘很好，也帮助了很多来非洲拍视频的其他主播，直到小胖遇到了另一个主播阿云。阿云原名叫冯长云，视频账号是阿云全球飘。咱们先看一下阿云的早期视频。自来到越南国，手拿大票心发愁，每样东西都很贵，10万卷粉3万9，太难了。我可以爱你，你也可以爱我，虽然我们不熟悉。视频当中呢，也可以看出阿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做的视频呢也比较奇怪，风格比较另类，一直呢涨不了多少粉丝。也许是他的性格就不太适合做主播，但是呢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。阿云先到越南、柬埔寨拍视频都没有什么样的起色，后来呢看到了网上拍非洲的视频非常的火爆，然后呢他又跑到了非洲去拍视频，而且选择的非洲的目的地呢正是小胖待的地方。2020年4月，小胖去机场接朋友的时候呢，遇见了刚下飞机的阿云。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的同胞，小胖看着阿云孤身一人，心想着都是同胞，能帮就帮一把。于是呢，帮阿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，给阿云省下了不小的费用。但是呢，在阿云那一边是另一种说法。到非洲恩多拉机场入境，是给我办理入境签的，江苏狮云山。派黑人司机来接我进村的，不是卑鄙的死胖子甘少雄，不是他接我去的，他在欺骗粉丝家人们，他在说谎。到了柬埔寨之后没多久，阿云因为水土不服就患上了感冒，休养了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。之后呢，有一天阿云突然出现在小胖的一场直播里面，当时直播间里还有人问小胖说阿云是不是他的徒弟，小胖呢马上就否认了。小胖的徒弟可拉倒吧，不是我的徒弟啊，不是我的徒弟啊，别给我整事啊！接下来，一个叫母老虎的非洲女人突然拿起了一盆水泼到了阿云的身上。看母老虎。视频中可以听到小胖在偷笑。对于这次泼水事件呢，有的人说小胖是故意整阿云，也有人说小胖是为了帮阿云涨粉，但是事先呢没有跟阿云商量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呢不得而知。但是阿云被泼水之后的狼狈样子被直播出去之后啊，这件事情对于敏感的阿云来说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。从此呢，阿云就对小胖产生了敌意。后来又出了一件事情啊。阿云为了提高视频的画质，需要购买一部苹果手机。小胖呢说自己的徒弟王新义现在正在国内，来的时候呢可以帮阿云代购一部苹果手机。阿云也同意了，并且给小胖转了9099元。但是呢，后来根据阿云的说法，小胖并没有给阿云任何手机，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。他又说王新义又从国内来了，可以让王新义帮忙买一个带过来。我说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他就联系王新义，帮我去手机店买。苹果手机店去把那个苹果手机店的收款码发到他的微信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王新义的微信嘛，发到他的微信上，我用扫码付款，我有付款的扫码证据，这是铁证。阿云控诉小胖给他吃有新冠病毒的饭，要害他，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说压根就没有这回事儿。说当时小胖得了新冠之后呢，就已经单独隔离了。负责做饭的琪姐看到阿云可怜，因为都住在同一个大院，做饭的时候呢，就多做了一份饭给阿云送过去。而阿云呢，却认为这是小胖吃过的带病毒的饭，是小胖要害他。感染新冠病毒，小胖吃的饭才送来给我吃。你说那个时候你谈起见面，我主动打招呼，你都已经不搭理我了。我们已经没有来往了，突然间又把那个饭菜送来给我吃，3秒钟我就看穿了你们的真的良心不安呀！你们的良心在哪儿去了？我就想问你们呀。之后呢，阿云彻底就恨上了小胖，他还发视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己是正当防卫，一定要讨回公道。今天我最后说2点：第一，这个小人他欠我的手机钱，必须得还给我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正当防卫，必须得讨回公道。第二，我在国内还没有去非洲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这种小人必须远离，不靠近。可是我到赞比亚恩多拉机场的时候，那么小的机场，那么小的地方让不开，遇见逼的死胖子，
各种的羞辱侮辱我，让母老虎把我泼冷水泼赶过，又休息了1个多星期。这个卑鄙的小人，后来听到我的手机，又带母老虎来我住的地方砸了我的家。那天他深深的体会到了得罪我，感觉到有危险了。那天我就想拿他开刀了，没想到这些卑鄙小人的阴谋诡计被我识破了。阿云呢发了很多类似的视频，小胖本人呢都没有回应，但是小胖的徒弟新叶通过微信威胁阿云，说你别跑，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，语言用词上都挺狠的。估计这就是阿云捅伤小胖之后，也对小胖的2个徒弟动手的原因吧。后来阿云和小胖都因为签证到期的原因呢，都先后的离开了赞比亚。阿云去了巴基斯坦，小胖带着女友马格蕊和马格蕊的弟弟三姑去了迪拜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家。阿云一直关注着小胖的动态，并且时不时的发出视频，隔空喊话，要和小胖当面新仇旧恨一起算清楚。我私信甘少雄小胖，所谓的大主播小胖，当面去找他解决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光明正大的去解决，可是他连位置都不敢发给我。2021年，小胖曾经呢也到了巴基斯坦，在那里待了1周的时间。小胖也知道阿云在找他，但是小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。在离开巴基斯坦的时候，还在视频里调侃阿云：“胖哥，是不是害怕阿云打你呢？你就跑了？”对，阿云要打小胖，所以对他跑了。阿云，风里雨里，你在巴基斯坦，我走了。我在巴基斯坦等了你10天，你不来，行，没毛病。阿云明天又会说，这个卑鄙小人，这个不要脸的死胖子，这个卑鄙小人甘少雄。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小胖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处在了危险当中。2022年7月，小辛巴来到了尼泊尔。2022年11月30日，新叶也来到了尼泊尔。2022年的12月3日，案发的前一天，小胖呢就带着马格蕊和三姑也抵达了尼泊尔，几个人会合。在第2天，也就是2022年12月4日，案发的当天，小胖带着几个人开始直播。小辛巴和新叶走在前面，小胖呢走在后面。小胖的女友马格蕊和三姑自顾自的逛街，没有跟上。直播当中呢，曾经有好心的网友提醒小胖说，阿云也来到了尼泊尔，意思呢是让小胖小心一点。小胖呢这时也没有当回事儿，还开玩笑说，我就是来找阿云的，找到阿云后先揍他一顿。但是呢，他不知道这时阿云很有可能就在直播里看着他，而且阿云就在附近。20分钟之后，突然阿云冲了出来，将小胖刺伤，直播画面静止。小胖身中多刀，不治身亡。小辛巴呢也被刺伤了腹部，在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，捡回了1条命。新义跑到了巷子里，逃过了一劫。阿云被捕之后呢，在尼泊尔当地法庭审判，最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了25年的有期徒刑。小胖的家人来到了尼泊尔，将小胖的骨灰带回了中国。小辛巴伤好了之后呢，也回国了。在这之后，网上还出现了阿云托朋友打探小胖下落的这个音频。之前我跟你谈的那个事儿怎么样？那个事儿你联系上没有？就是搞那个孙子小人。我不知道在哪儿，这曼谷很大。要是像我想象的那种计划，把他扔到手，那就发了，几十万嘛，几十万人民币要搞他嘛，还一辈子的让他活在恐惧中，去玩死他。如果这个音频是真的话，那么阿云就是早有预谋要杀害小胖了，那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。对于小胖和阿云2个人所谓的恩怨呢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达到杀父之仇或者夺亲之恨的那种程度，所以即便是2人有恩怨，也罪不至死。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呢，还是阿云的性格太敏感了，太偏激了。别人帮助他的事情呢，他一件都不记得了，反而不好的事情他能记你一辈子，并且还伺机报复。这样的人还是尽量的远离的好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别忘点赞、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